天了，整整5天了！你们这群吃干饭的废物，连个人都找不回来！我养你们是供着当祖宗的吗？小姐息怒，小的们已经派了所有人手，城里城外都翻遍了，可公子爷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蒸发？邢昭那小子能飞上天不成？再给你们半天时间，要是还找不到，就别怪我动用家法。小姐，找到了！北城墙外有人看见公子爷了，就在城外那片老树林边上，穿着他常穿的玄色披风。你说清楚点，是死是活，有没有受伤？回小姐，目击者是说公子爷好像是在树林里徘徊，但具体情形没看清。还不赶紧备马！要是耽误了时辰，我扒了你们的皮！邢昭，你给我等着！找到你，老娘非扒了你的皮不可！这次看你往哪儿逃！都让开！全都给我让开！挡路者死！闪开！庄家小姐的马惊了！天哪，她这是要去杀人吗？眼神好可怕！废物，都给我滚远点！邢昭，你最好别让我白跑一趟！这鬼地方，邢昭怎么会来这儿？难道他出事了？邢昭，是你吗？快回答我！别在这儿装神弄鬼！这林子太古怪了，邢昭，你要是敢耍我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！这些人的穿着怎么这么怪异？哼，这次新人族占2/3，看来过关不成问题，可不是嘛？真要是卡关，就让这些新人去探路，反正他们早死晚死都是死，正好给咱们铺路。过关探路，这些人到底在说什么？听说这次副本叫《皇帝的宠妃》，SSS 级大制作，你小子是不是想找美女？滚滚滚，净开你爹的玩笑！这等阵势，怕是美女没有，鬼怪倒不少，别到时候把你当成秀女，送进老皇帝的棺材里。副本游戏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不管了，先找到邢昭要紧。编号207要死了！他触发了副本规则，刚靠近那座红墙宫殿，血一下子溅了3尺高，脖子直接扭了360度，眼睛还瞪着我。哼，说了别乱闯，偏不听，自寻死路。想活着就有点用处。你去前面探路，摸清红墙宫殿入口，看看什么情况，我们再跟上去。当有人闯宫殿丧命，这分明是让我去送死。我是来找人的，不是来当炮灰的。敢不听？在这个副本里，老玩家说了算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够了！一群大男人欺负新人小姑娘，要不要脸？我操，其实白纸！排行榜第3的大佬怎么来的这么副本？有他在，新人起码多活2级。男同胞还是自求多福吧。闯关靠本事，不是欺负新人。有能耐自己探路，拿新人当挡箭牌，算什么英雄？屁！这可是 BOSS 排行第1的3S 本，骑士自己通关都闲。我们让他做点事儿，关你屁事儿！路见不平就管。我叫白纸，老玩家。柔弱，别理他们，跟我走，我护你。多谢白姑娘，我夫君肯定在这副本里，我必须找到他。哼，等着瞧，没我们带路，你们迟早死在里面。蒋凡也就敢嘴硬，真打起来，他连白纸一剑都接不住。这次新人占了2/3，过关不难，就是素质太差。早死晚死都是死，吵死了！都闭嘴！吵吵嚷嚷成何体统？是怕引不来禁卫军将你们一锅端了吗？哦豁，遇上高端玩家了，这一身古装是有备而来啊！别看他长得贼柔弱，一嗓子都给人干懵了，哈哈。姐姐，你别冲动，这里的规则很危险。放心，
我有分寸。选妃关卡1：入住望月阁。由于后位空悬，无人主持，参选的秀女需自行找到望月阁入住。聪明零落的秀女必然能顺利抵达。伺候的宫女嬷嬷已在那里等候，请小主们速速出发吧。温馨提示：全程限时30分钟，闯入禁地者会被杖毙。预祝各位玩家此行顺利哦。好像没什么危险。玩家李培仅若擅闯禁地，罚杖毙。剩余存活人数28人。宫廷规矩森严，秀女岂能随意闯入宫殿？自作孽，不可活。大家别慌，跟我走，应该就快到了。不愧是骑士，心理素质杠杠的。这次副本道具肯定没少花积分吧？这群新人也太莽了，死亡超过3人可是会激活小 boss 的。那玩意专在夜里杀人。操！又一个乱跑的傻波！谁在他妈乱闯？老子先送他上路！真不错呢，还剩27人哦。今夜祝大家睡个好觉，一梦到天堂，想想就有趣。友好提示：距离实现还剩10分钟，未抵达望月阁的秀女将会成为这株墙上最美的一抹红漆啊！天黑了，掌灯的工人也该干活了。询问前请务必谨慎出口哟。劳驾，请问望月阁怎么走？前方，右转，再左转。你那道具收起来吧，知道方位也没用。这里四通八达，很容易越走越远。我只是觉得多做准备总是好的。这是报酬，小主。我的手！好家伙，这牙磨得够锋利啊！问路代价是随机的，道具也未必挡得住。时间要不够了，新人哪来那么多道具付代价？姐姐，这些工人很狡猾，每次只告知一小段路线，方向还时常矛盾。我们都轮了一遍才到这儿，忍无可忍了。玩够了没啊？老娘累了，要休息，立刻带我进去。疯了吧？他是想让所有人陪葬吗？好不容易轮到目的地，新人这是崩溃了，想同归于尽啊！领路，还能这样操作？他竟然没找你索要报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哦，等一下，回来。不用了，小主您好好休息，奴才这就去给您准备些点心来。温馨提示：剩余存活人数21人，祝小主们好梦。明早将会进行第2轮才艺选拔，皇宫内规矩森严，请注意仪态，切勿迟到哦。吃饱了，好应对明天的选拔。姐姐，你刚才也太厉害了，那个太监居然真的不敢反抗。可能是我运气好吧。你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以前是不是玩过类似的副本？奴家真的是第一次来呢，只是刚才实在太生气了，才一时冲动。我看就是走了狗屎运，真以为自己有多厉害，明天才艺选拔有你哭的。我们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应对选拔。姐姐，你其实不是新人吧？看到你刚才利落打太监的手法，还有遇血腥场面，眼睛都没眨一下，装的有点假。这孩子观察力还挺敏锐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？一切恐惧皆来源于火力不足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是说，有你这么厉害的妹妹护着，我还怕啥呢？姐姐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。姐姐，快捂耳朵，别被声音迷惑了。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吵死了！滚远点好。
姐姐，你躲在我后面。好好的美梦被惊醒，任谁都没好脾气。今夜不是他死就是他死。你是怎么赶跑他的？切，还真信他靠吼啊！肯定是怪物吃饱了，或者杀够人了自己走了。我觉得没那么简单。是呢是呢，奴家就是起床气大了点，没吓着你们吧？剩余存活人数15人，各位小主前往延辉阁，此次卓选将由国师大人主持。姐姐，国师的审美很奇怪，判定很严苛，等会儿一定要小心。放心，稳了。别太自负，这副本淘汰率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们走吧，别迟到了。选拔开始，1号玩家上前表演。不错，力气挺大，可惜陛下不喜粗鲁的丑美人。2号、3号玩家上前表演。看来只要颜值在线，正常表演即可。8号玩家白纸上前表演。好，好。姐姐加油！9号玩家庄柔若上前。他拿流星锤干什么？才艺表演？我看他是疯了，明摆着找死。不错，是有新意。国师大人，夫人饶！李二狗，果然是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，躲在这儿帮着他选妃呢。李二狗都在这里，高坐龙椅，选妃享乐的陛下，十有八九就是邢章那个混蛋。好啊，几天不见，跑来这里当皇帝选妃，还成了恐怖游戏 SSS 级副本 BOSS， 看我不掀了他的头盖骨！美人认错人了，赐花下一位。是吗？可我怎么看都觉得你就是李二狗。凡得赐芙蓉花者，赐住太和殿。娘娘们需沐浴更衣，静候陛下翻红牌侍寝。太好了，姐姐，第1页就能见到大 boss 的话，只要想办法拿到他的贴身玉佩，我们就能通关了。哼，侍寝。庄姑娘，看你身手不凡，还认识国师，不如我们结盟吧，往后在宫中也好互相照应。再说吧，我习惯独来独往。等着瞧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姐姐，那个眼镜男好像对你怀恨在心，你要多加小心。无妨，他翻不起什么风浪。沐浴还要小心被偷袭，这也太吓人了。不知道这次又会遇到什么危险。各位小主，这边请奴婢带你们前往偏殿沐浴更衣。姐姐，我怕你出事，我跟你一起洗吧。怎么，还怕姐姐吃了你不成？什么东西？别动，千万别回头。好了，柔若姐姐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姐，今夜咱俩一起睡，让那什么狗皇帝独守空房去吧。
若还有想入住主殿的，请自便。提醒各位小主一句，陛下习惯先翻主殿的牌子。姐姐，太可怕了，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偏殿吧。主殿明显是个陷阱。李二狗都在这里，那高坐龙椅、选妃享乐的陛下，十有八九就是邢昭那个混蛋。好啊，几天不见，跑来这里当皇帝选妃，还成了恐怖游戏 SSS 级副本 BOSS， 看我不掀了他的头盖骨！娘子，是你吗？哎呀，是陛下吗？您这龙章凤姿的模样，怎能像我家那位四贵夫君呢？陛下，您这深更半夜的，不去翻牌子灵性美人，跑到我这小小秀女的偏殿来，莫非是走错门了？娘子，我错了，你听我解释，是李二狗，都是李二狗那混蛋出的馊主意，我是被逼的，那些玩家我一个都没碰过，天地良心。那你的玉佩呢？给，娘子拿着。恭喜玩家庄柔若获得皇帝的贴身玉佩，主线任务完成，是否立刻脱离副本？如何？想我走，你继续左拥右抱，享帝王待遇。娘子，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，我怎么可能想让你走？我好想你。按夫人说的，真能行吗？要帮那个叫白芷的小姑娘找姐姐。试试吧，外面还有个傻姑娘，一心想找到她姐姐，我既成了她的情，不为你也要帮帮她。那夫人也不能太偏心，你心里只能有我。滚！驴还有休息的时候呢。你说那个庄柔若昨晚会不会已经被陛下处置了？怎么到现在还没出来？最好是这样，省得我们动手。陛下有旨，昨夜翻牌，柔若小主深得圣心，特赐封号臣，赐居关雎宫，请陈妃娘娘即刻移驾。姐姐，她真的得到封号了。没想到她真的能得到陛下的青睐，看来我们都小看她了。不可能，她怎么可能这么幸运？参见陈妃娘娘。起来吧。你们先退下，我与娘娘说几句话。是。娘子，我厉害吧？立刻就给你争取到了封号和单独的宫殿。算你有点用。对了，白芷姐姐的事情你查得怎么样了？查出来了，白芷的姐姐名为白薇，却曾进入此副本，但未能出去。这是传讯用的，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联系。看来你在这副本里过得倒是滋润。娘子误会了，我一点都不喜欢这里，每天都盼着你能来救我。是吗？我怎么听说你在这里选妃选得不亦乐乎？绝对没有，都是李二狗出的馊主意，我只是逢场作戏而已。娘娘，关雎宫到了。说重点，白薇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此届会诱导获得封号的玩家互相倾轧，争夺后位，最后的胜利者直接能实现一个心愿，但那其实是规则的陷阱。实现心愿的代价是自身永远留下。白薇当年很可能就是走到了最后一步，我来了后就没一个能打的，也没人能帮我们探查冷宫。所以你是想让我帮你进入冷宫，找到规则核心？没错，只有破坏规则核心，我们才能彻底离开这里，白薇也才能解脱。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必须帮白芷找到她姐姐，并且让她安全离开。没问题，只要娘子愿意帮忙，别说这一个条件，就是10个8个我也答应。这个混蛋虽然总是惹我生气，但这次被困在这里也是身不由己。看在他这么诚恳的份上，就再原谅他一次。娘子，你放心，
我一定会保护好你。不用你保护，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。对了，蒋凡他们那些玩家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按规则推进就好，我会适当放水，让他们多活一段时间，也能帮我们分散一些规则的注意力。娘子，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接下来几天，副本会按照剧情推进，你有陈飞这层身份，在宫中几乎可以横着走，正好趁机探查冷宫的线索。我知道了，白芷那边你要多照看一下，他很担心我，也怕他被其他玩家欺负。启禀娘娘，太和殿的白芷小主求见。让他进来。奉陛下旨意，柔弱小主深得圣心，特赐封号臣，迁居关雎宫，即刻启程。姐姐，你真的被陛下选中了。放心，我没事。后续有任何情况，我会想办法通知你。陈妃娘娘，恭喜恭喜！往后在宫中还请娘娘多多照拂，我们可以结盟互助。再说吧，我刚获封，还有诸多事宜要处理。陈妃娘娘，请随奴婢前往关雎宫，小心身边的人，别单独行动。娘子，你来了，这里还满意吗？不满意，我立刻让人整改。还行，查的怎么样了？白芷的姐姐白薇到底在哪？查到了，此届规则的核心是执念，所有玩家都有强烈心愿，规则靠吸收执念能量维持副本。白薇的执念太强，一部分魂魄被规则同化，成了副本的养料。她的执念化身很可能在最后的宫斗环节。那规则核心呢？应该藏在冷宫，那里怨气最重，规则也最混乱。我和李二狗一直想找人参透，可我们被规则限制，无法擅自进入。所以你们需要玩家帮你们探查。那些获得封号的玩家互相倾轧，也是规则的陷阱。没错，规则会诱导玩家争夺后位，胜利者能实现心愿，但代价是永远留下。白薇当年大概率走到了最后一步。那你当年是怎么通关的？别想糊弄我。反正夫君没死，好好活着就是了。以后再慢慢告诉你。这是传讯玉符，我们可以随时联系。你在宫中行动小心，有任何危险立刻告诉我。知道了，你也别露馅，继续当你的皇帝。娘子啊，蒋凡最近在拉拢其他玩家，似乎想对你不利，你多加防备。知道了，白芷那边怎么样了？我让人暗中照拂着，他暂时安全。不过他一直想找你，被我拦下了，免得引起怀疑。要尽快找到冷宫的线索，不能一直被动等待。站住！陈妃娘娘，奴才路过。之前在望月阁，你对我颇有微词，怎么现在见到我就跑？娘娘恕罪，之前是奴才有眼无珠，不知道娘娘的厉害，求娘娘饶过奴才。我没打算为难你，我问你，你在副本待了多久？有没有听过冷宫的消息？奴才闯过3个副本，这是第4个。冷宫，我听说过那里是禁地，进去的玩家从来没出来过，说里面有吃人的怪物。还有呢？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进去？好像要被皇帝贬斥才能被送去冷宫，除此之外没人敢擅自靠近。滚吧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谢娘娘恩典。娘子，有线索了。冷宫在这里，果然在皇宫最偏僻的角落，只有被贬斥才能进去。那我明天就找个理由贬斥你。不行，太刻意了，容易引起规则怀疑。不用你动手，蒋凡不是想拉拢我吗？我假意答应，再让他栽赃陷害我，这样就能顺理成章被送进冷宫。这样太危险了，蒋凡心思歹毒，万一他对你下死手怎么办？放心，就他那点伎俩，还伤不到我。你只要暗中配合，确保我能顺利进入冷宫即可。好吧，娘子万事小心，我会让李二狗暗中帮忙，有任何情况立刻用玉符联系我。知道了，等解决了这里的事，我们就回家。陈妃娘娘，如今您深得圣宠，在宫中地位稳固。只要您肯与我结盟，我们联手除掉其他玩家，最后争夺后位的就是我们2人。结盟？可我只是个新人，没什么本事，恐怕帮不上你什么。娘娘说笑了，您连国师都敢顶撞，
还能逼退小 boss， 实力远超我们这些老玩家。只要您点头，我愿听您差遣。既然蒋公子如此有诚意，那我就答应你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。娘娘请说，只要我能做到，一定照办。我想知道其他玩家的底牌和弱点，你需将你打探到的信息全部告诉我。没问题，我这就把收集到的信息给娘娘。愚蠢的家伙，还想利用我？很好，3日之后，我们动手除掉眼镜男。他一直对你心怀不满，留着也是个隐患。全听娘娘安排。眼镜男，陈飞那女人太嚣张了，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我看她就是想利用我们，最后独吞好处。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了，上次让她侥幸逃过一劫，这次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。我有一计，明日陛下会驾临太和殿，我们就栽赃陈飞私藏禁物，意图不轨。到时候陛下震怒，定会将他贬斥，甚至处死。好主意，禁物我这里有，是之前副本里剩下的，正好能用上。好主意，禁物我这里有，是之前副本里剩下的，正好。他们的计划我都知道了，明日你配合一下，假装震怒，把我贬去冷宫即可。娘子，真的不用我出手帮你解决他们吗？蒋凡和眼镜男都不是善茬。不用，让他们多活几天，等我从冷宫出来，再收拾他们也不迟。你只要确保我进入冷宫后，白芷的安全就行。陛下，臣有要事启奏，陈妃娘娘私藏禁物，意图不轨，请陛下明察。陛下，臣妾不知蒋公子所言何事，臣妾从未私藏禁物。陛下，这就是从陈妃娘娘宫中搜出的禁物，此物协议乃是副本中的禁忌之物，陈妃娘娘私藏，定是心怀不轨。庄柔若，此事当真？陛下明察，臣妾冤枉。这定是蒋公子和眼镜男嫉妒臣妾得宠，故意栽赃陷害。陛下，臣所言句句属实，绝无半句虚言，宫中众人皆可作证，禁物确实是从陈妃宫中搜出的。大胆庄柔若，竟敢私藏禁物，违抗宫规，朕念在你初犯，从轻发落，变为庶人，送往冷宫反省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不得踏出冷宫半步。陛下，臣妾真的冤枉啊！陛下英明。快点走，别耽误时间。冷宫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说那里是禁地？少废话，快走。进去吧，记住陛下的旨意，不得擅自离开。行诏，我已经进入冷宫，一切顺利。娘子小心，冷宫深处的废井是重点排查对象，规则核心大概率在那里，遇到危险立刻联系我。知道了。谁？躲在暗处的东西，出来吧！这冷宫的邪气比预想中更重，规则核心必定就在附近，就是这里了。姐姐，我担心姐姐，听说你被打入冷宫，就偷偷跟过来了。这里太危险，我们快出去吧。别装了，你根本不是白芷。既然被发现了，你是怎么察觉的？哼，白芷叫我柔弱姐姐，从不这么黏糊。你这演技太差劲了。既然被识破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的灵魂围起来可是相当美味啊！行招，速来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检测到异常入侵，规则受到干扰，启动清除程序，所有玩家视为威胁。柔柔姐姐，你千万不能出事！白芷，好。躲在暗处的东西，出来吧！这冷宫的邪气比预想中更重，规则核心必定就在附近，就是这里了。姐姐，我担心姐姐，听说你被打入冷宫，就偷偷跟过来了。这里太危险，我们快出去吧。
别装了，你根本不是白芷。居然被发现了，你是怎么察觉的？哼，白芷叫我柔弱姐姐，从不这么黏糊。你这演技太差劲了。既然被识破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的灵魂闻起来可是相当美味啊！新招，速来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检测到异常入侵，规则受到干扰，启动清除程序，所有玩家视为威胁，柔柔姐姐，你千万不能出事！白芷，跟上！放弃吧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想赢我，还早得很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是……姐姐，是你吗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芷儿，是我。你是白薇？我是白薇。当年我为了治好芷儿的病，许愿。姐姐，我以为你已经……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害你变成这样。不怪你，心愿没真正实现，我不甘心。想见你。他的魂魄被规则同化，已经成了副本的一部分，现在全靠执念支撑。白薇，我知道你很痛苦，但只有消灭规则核心，你才能真正解脱，白芷也能安全离开。规则核心在废井里，坚持住，只要撑到救援，我们就能活下来。有救援吗？我会撑不住的。姐姐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们一定会救你的。芷儿，照顾好自己，替我好好活着。不要啊！行招，动手！好。姐姐。行招，再加把劲，不能让他逃出来。好。芷儿，再见了。结束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姐姐，芷儿，姐姐没事了。姐姐，我已经解脱了。这是规则核心被消灭后的馈赠，让我能再见你一面。你放心，我们会保护好白芷。多谢你们。替我照顾好芷儿，芷儿好好活着，姐姐会在天上看着你。他已经解脱了，这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结局。白芷，别难过，你姐姐肯定希望你能幸福的活下去。我知道，我会好好活着，完成姐姐的心愿，也会努力变得更强。规则核心修正清理完毕，清除程序终止，检测到异常状态解除。恭喜各位幸存玩家全数通关，奖励翻倍。姐姐终于解脱了，还好有你们。这是她自己的执念释然了，你要带着她的期许好好活下去。副本能量开始紊乱，即将关闭，那些幸存玩家应该快过来了。多谢陈妃娘娘与陛下出手，若非你们压制核心，我们恐怕都活不过清除程序。之前是我鲁莽，多有冒犯，还请娘娘恕罪。不必多礼，副本即将关闭，各自做好准备。副本皇帝的宠妃即将关闭，10秒后启动强制脱离程序。10、9、8、
七，柔弱姐姐，星昭大哥，以后我一定会想办法联系你们。等我复活姐姐，咱们再相见。保重。副本之外若遇危险，可通过玉佩传讯。3、2、1，脱离程序启动。终于出来了，行招应该也快到了。这里是城外十里坡，我真的出来了，这一切都不是梦。娘子，久等了。你怎么才来？为夫处理了一些副本的后续事宜，让娘子久等了，是我的错，我好想你。我也是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的陛下吗？怎么，3宫6院的妹妹们没留您多用会膳？娘子，莫要再取笑为夫了。什么3宫6院，我心里眼里都只有娘子一人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李二狗呢？他怎么样了？二狗他。规则为了感谢我们拨乱反正，送了他一份谢礼。什么谢礼？规则将他认作了新的副本管理员，往后的 BOSS 就是他了。这谢礼还真是别致。他说他找到了人生的新意义，要打造一个全游戏最公平公正的副本。也好，总比被困在里面强。我们回家吧。好，回家。不对，副本虽然崩塌，但残余的规则碎片还在干扰现实界壁。看来没那么容易立刻回去，这十里坡暂时成了个半封闭的缓冲区，强行穿越可能会受伤，我们需要等这里的波动平放。那边看起来稳定些，我们先过去歇歇脚，养足精神再走。你刚出来，体力消耗大，听你的。没想到最后关头竟然是那种方式破局。现在静下心来，才觉得后背全是冷汗。辛苦了，这一次是你自己救了自己，我只是在旁边递了把刀。若无你暗中周旋，那把刀我也拿不到。咱们之间不必分得这么清。等这里稳定了，回家之后你想做什么？先睡3天3夜，然后把府里那些陈年旧账理一理。至于你得负责把我院子里的秋千修好。上次被你弄坏了，还没见你修呢。我如何？好，修秋千，修最好的。波动虽弱，但核心处还有一丝拱柱，若不打通，即便等到晚上也未必能走。你要去处理？只是些残存的数据乱流，我去引导一下，很快。我跟你一起。你在这等我，那里气息杂乱，我不想你沾半点尘埃。乖乖坐好，闭目养神，我片刻即回。那你小心，别让我等太久。不会，你就在这石上休息，我回来时第一眼就能看到你。这家伙说是片刻，怎么还没回来？
必须彻底清理干净，不能留任何隐患给他。好了，路通了，我们回家。娘子，久等了。这不是陛下吗？副本里那么多宝贝，也不知道给臣妾带出来几件。娘子别闹了，光是在这副本里生存下去，就已经耗尽心神了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其他人呢？应该都回去了吧？他们好像不来自这。什么意思？大概不是一个时代，可能是很远的以后吧。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没那么多时间去问。那白芷想再找到我们，可就有点困难了。娘子，有件事我必须跟你坦白。之前我突然失踪，并非有意冷落你，更不是故意躲着你。那日被你赶出房门后，我刚踏出城门，就被一股突如其来的诡异力量卷入副本。里面的时间流速与外界截然不同，我在里面被困了许久，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担心你会为我担心，担心你遇到危险。我知道，从你在副本中故意放水，悄悄给我提示，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有我。若不是你暗中相助，我也不能这么顺利的找到规则核心，更不能活着出来。还好你平安无事，往后可不许再这般突然消失了，我们之间再也不要经历这样的分离。走吧，娘子，我们回家，让爹娘和府中众人都放心。小姐、姑爷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这几日府中上下都在担心你，老爷和夫人更是茶不思饭不想，日夜守候在府中，就盼着你们平安归来。让你们担心了，劳烦管家和各位兄弟日夜牵挂。我们没事，只是遇到些小插曲，耽搁了几日。之前是我考虑不周，带着柔弱外出，未能及时传信回来，让府中众人忧心忡忡，是我的过错。往后我定会多加留意，绝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。姑爷言重了，平安归来就好，平安归来就好。柔弱。我的好孩子，你这几日去哪儿了？可把娘吓坏了。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娘可怎么活啊？娘，我没事，让您和爹担心了。我就是和邢昭去城外散心，途中遇到了些突发状况，耽搁了几日，好在都顺利解决了，我们都平安回来了。爹娘都是儿子的错，没能照顾好柔弱，让二老日夜忧心，儿子在此给二老赔罪了。罢了罢了，平安就好，你们夫妻和睦，平安顺遂，我们做父母的就放心了。看你们一脸疲惫，快些回房歇息吧。饭菜我让厨房温着，醒了再吃。娘子，今日早些歇息，连日来你受了不少苦，明日我陪你去集市逛逛，给你买些你喜欢的物件，好好补偿你。你倒是会哄我。对了，李二狗那边真的没问题吗？他一个人当副本管理员，性子又跳脱，会不会把副本搞砸了？放心吧，规则给了他相应的力量与束缚，他虽性子跳脱，却也有自己的分寸，不至于胡来。说不定他真能打造出全游戏最公平的副本，也算是实现了他的价值。你看这只簪子，玉质温润，样式雅致，
和我之前丢失的那只很像，比那只更好看，质地也更上乘。我家娘子戴什么都好看，这只簪子配你刚刚好。听说了吗？西边的清溪镇最近闹得厉害，这几日接连丢了好几个青壮年。官府派人查了好几日，把镇子翻了个底朝天，连半点痕迹都没寻找，一不见人，四不见尸。我也听说了，不止如此，还有人说，每到夜里就能听到清溪镇外的山林里传来奇怪的嘶吼声，阴森恐怖，估计是闹邪了。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都吓得不敢靠近，连集市上都少了不少清溪镇的商贩。老丈，打扰了。方才我们听闻清溪镇出事了，心中十分担忧，不知具体情况如何。那些失踪的人有没有什么共同特征？别提了，清溪镇最近真是邪门的很，失踪的都是17、8到30岁的青壮年，个个身强力壮，都是家里的顶梁柱。官府查了许久，一点线索都没有，只在山林入口发现了些奇怪的黑气，除此之外再无任何痕迹。黑气是什么样的黑气？是否阴冷刺骨，沾到身上便会浑身不适？是啊，姑娘怎么知道？那黑气黑漆漆的一团，看着就诡异，沾到身上就浑身发冷，像是有寒气钻进骨头里。官府的人见状也不敢深入山林探查，只能派人封锁了山林入口，禁止任何人进出。那黑气的波动和副本中残留的邪祟能量十分相似，只是能量更为微弱，应该是副本关闭时能量爆发，导致部分碎片泄露到了现实世界，滋生出了低级邪祟。若真是这样，放任不管，只会有更多人受害。清溪镇已有多人失踪，想必是那邪祟在作祟。我们必须去清溪镇看看，查清能量泄露的根源，清除邪祟，救回失踪的村民。好，我陪你一起去，无论遇到什么危险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也好查清这能量泄露的根源，彻底解决隐患，不让更多人受到牵连。二位是来我们清溪镇有何事？如今镇上不太平，还请二位尽快离开，免得遭遇危险。镇长放心，我们并非歹人。我们听闻贵镇有人失踪，还出现了诡异黑气，特来相助。听闻山林入口发现黑气踪迹，还请镇长引路。我们想去探查一番，尽快找出失踪村民的下落。多谢二位壮士出手相助，官府不敢深入山林，我们这些村民更是束手无策，只能被动防守，眼睁睁看着村民失踪。快，我这就带二位去山林入口。确实是副本残留的邪祟能量，而且能量很弱，应该是低级邪祟。这邪祟依靠泄露的能量存活，绑架村民恐怕是为了吸收他们的精气，壮大自身实力。这股邪祟气息很淡，但方向明确，跟着这股气息就能找到邪祟的巢穴。镇长，你在此等候，带着村民与差役守好入口，切勿轻易进入山林。我们两人进去探查，找到邪祟后，定会尽快解决，救回失踪的村民。二位壮士小心，山林内地形复杂，那邪祟又十分诡异，若遇到危险，切勿勉强，立刻出来。我们会在此等候二位的消息，随时准备支援。先救村民，他们的精气正在被邪祟吸收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
区区低级邪祟也敢祸乱人间，残害百姓，今日便让你灰飞烟灭！哎！副本残留能量也敢在人间作祟，今日便彻底清除你，以绝后患。这些符文和副本规则核心的能量波动同源，绝非偶然。看来副本关闭时的能量爆发，并非只泄露了这一处能量碎片，恐怕还有多处能量碎片散落各地。这些符文或许是邪祟用来汇聚能量的媒介。你说的对，副本关闭时能量爆发的威力极大，空间壁垒出现裂痕，能量碎片很可能散落至各地。若不及时清理这些能量碎片，它们会不断滋生邪祟，残害百姓，引发更大的灾难。二位壮士，今日多亏了你们，不仅清除了邪祟，还救回了我们的村民，大恩大德，我们无以为报。其实多年前，曾有一位云游的道士来过我们清溪镇，留下一句预言，说能量失衡，邪祟滋生，需寻本源，方能平息。当时我们都不以为然，只当是道士随口胡言。如今看来，那句预言果然应验了。那道士可有留下其他线索？比如能量本源在何处，或是如何平息这场危机？线索倒是没有留下太多，只留下了一枚残破的罗盘。他说这罗盘并非寻常之物，能感知到诡异能量的位置，日后若与邪祟作祟，罗盘便能指引方向，找到解决之法。我这就去取来，交给二位壮士。看来这罗盘果然能感知到残留能量的位置，西方必定还有能量碎片，而且能量浓度可能比这里更高，或许还滋生了更强大的邪祟。二位壮士真是大仁大义，若有需要，我们清溪镇的村民定当鼎力相助，尽绵薄之力。这罗盘就送给二位壮士，希望能帮到你们。罗盘指针越来越稳，能量源头就在这镇子里，气氛这么诡异，定是出了怪事。二位是外来人吧？快离开！镇里接连有人昏迷，墙上每晚都会凭空出现这种符纸，沾到符纸气息的人，不出3日就会倒下。是能量碎片衍生的邪祟符纸，在吸收活人的精气。自家夫君昏迷不醒，身上还出现了同款符文。符文已渗入肌里，再晚就回天乏术了。邢昭，你帮我稳住他的精气，我来破解符文。原来是有人故意刻画邪祟符纸，绝非单纯的能量碎片作祟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丫头也敢坏我的好事！这能量碎片可是能让我长生不老的宝贝，
你们都给我留下吧！盗取副本能量碎片，残害百姓，今日必让你伏法。那是我的。你是如何得到这能量碎片的？还有多少人在寻找碎片？是一个黑衣人给我的。他说还有很多碎片集齐了能掌控强大力量。他还说碎片的本源在西域雪山。黑衣人，西域雪山，看来事情不简单。不管背后有什么阴谋，我们都要找到本源，阻止灾祸扩散。罗盘指针异常强烈，本源能量就在山顶。可这雪山地势险峻，又有寒风阻隔，不好行进。我护着你，我们一步步往上走，山上或许还有埋伏，务必小心。有人跟着我们，气息和之前的伪道士身上的黑气相似。是黑衣人派来的手下，看来他们早就等着我们了。黑衣人在哪儿？能量本源到底是什么？这就是能量本源，竟是一颗被污染的规则核心碎片，难怪会滋生这么多邪祟。还没想到你们真能找到这里，倒是省了我不少功夫。这颗本源晶石可不是你们能染指的。你散布能量碎片，残害百姓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目的自然是借助本源晶石的力量，打破规则束缚，掌控副本与现实世界的通道。到时候，整个天下都将归我所有。休想痴心妄想！柔弱，帮我牵制住怪物，我去摧毁它的核心。你的对手是我。柔弱，快过来帮我净化晶石！不，我的计划。
总算净化了本源晶石，往后应该不会再滋生邪祟了。可黑衣人跑了，这令牌上的纹路很奇怪，不像是中原司令，看来他背后还有势力，这场危机还没彻底结束。我曾在师门古籍中见过类似纹路，像是西域玄幽教的标识，但古籍记载玄幽教100年前就已覆灭，怎么会重现于世？这令牌上的残留气息与黑衣人同源，且材质极为特殊，掺了深海寒铁，质地坚硬，寻常法器无法破坏。或许附近有知晓西域秘闻、了解玄幽教往事的人，能为我们提供线索。二位快收好这令牌，这是玄幽教的幽影令，是教中核心成员的信物。当年这教派专以邪术操控黑气，残害生灵，无恶不作，被各大名门正派联手围剿覆灭，怎么会落在你们手里？偶遇一名黑衣人，他留下此令后逃脱。老先生可知玄幽教是否有残余势力？残余势力，当年围剿惨烈，但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啊！教中有一本玄幽秘典，记载着操控黑气的核心秘术与禁忌之法，是镇教之宝。教派覆灭后，秘典便下落不明了。崔峰古宫梯图都有进步照着。无论凶险与否，我们都要一探究竟，找到黑衣人及其残余势力的线索。多谢老先生告知，这份恩情我们记下了。气息越来越浓，地宫应该就在谷内深处，小心脚下或许有陷阱。我走前面，你跟在我身后，留意四周动静。玄幽教余孽还敢再次作祟！按照密信内容，他们要抢夺的秘宝应该是清心玉。传闻这玉佩能净化黑气，稳固心神，或许是黑衣人用来压制体内黑气反噬，稳固力量的关键宝物。来了，注意隐蔽，先看清他们的人数和部署。这女首领的气息不简单，实力应该比之前的伪道士更强，必须小心应对。哪里来的叛徒，敢抢教中秘宝？
黑衣人是谁？玄幽教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如实招来，可饶你不死！你们休想从我口中套出任何信息。教主大人神通广大，定会为我报仇，将你们碎尸万段，让你们付出惨痛代价。封印很坚固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开。我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落脚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城西有一处隐蔽的院落，我们现在就动身。封印快要解开了，最多再过一夜就能从他口中得知黑衣人的身份。黑衣人是谁？玄幽教有什么计划？他在100年前寻得玄幽秘典残卷，重组教派献祭地点就在万鬼窟。黑气献祭需以大量生灵为祭品，不仅会伤及无数无辜，还会严重扰乱天地灵气，引发灾祸。我们必须尽快阻止他。万鬼窟地势险恶，常年黑气弥漫，又有大量玄幽教教徒把守，我们必须制定周密的计划，才能顺利潜入。我愿带你们前往万鬼窟，祝你们避开守卫，阻止献祭，弥补我的罪孽。山势险峻，我们需从侧翼迂回，避开正面冲突。我来破解封印，你们留意四周动静，防止被教徒发现。没想到你们能找到这里，正好让你们亲眼见证教主复活的时刻。休想伤害无辜，今日我们定要阻止你。叛徒，竟敢背叛我！柔弱，你带百姓离开，我来牵制他。快走！邢昭，我们分工合作，你牵制他，我去破坏雕像和符文。好。
找死！不，我的计划。小心！醒醒，醒醒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碎片纹路与玄幽秘典残卷记载的教祖印记一致，黑衣人定是想借碎片及其秘典重启献祭。我们得尽快找到秘典残卷的下落，阻止他再次筹谋。之前女首领提及秘典残卷不止一份，或许落霞城的老者能给我们更多线索。去平安镇，后会有期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碎片纹路与玄幽秘典残卷记载的教祖印记一致，黑衣人定是想借碎片及其秘典重启献祭。我们得尽快找到秘典残卷的下落，阻止他再次筹谋。之前女首领提及秘典残卷不止一份，或许落霞城的老者能给我们更多线索。去平安镇，后会有期。这是玄幽教教祖的本命碎片。当年教祖被封印时，本命元魂分裂成3枚碎片，与玄幽秘典残卷一同散落各地。集齐3枚碎片与完整秘典，才能真正复活教祖。老先生可知另外2枚碎片与秘典残卷的下落？古籍记载太过残缺，只知晓另外2枚碎片大概率藏在中原的玄铁崖与碧水潭。这2处地方，一处崖壁陡峭，黑气萦绕；一处潭水幽深，暗藏机关，都是凶险之地。至于秘典残卷，当年各大名门正派围剿玄幽教后，将秘典拆分瓜分，各自带回门派封存。其中最大的一部分落在了青云门手中，其余残卷下落不明，或许还在其他门派手中，也可能早已遗失。清新月竟能激活碎片纹路，或许它不仅能压制黑气，还能感应其他碎片的位置。明日我们便动身前往青云门，务必先拿到秘典残卷，不给黑衣人可乘之机。
交出教祖碎片与清心玉，饶你们不死，否则今日便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玄幽教余孽还敢猖獗！黑衣人在哪？另外2枚碎片的下落是什么？黑衣人动作比我们快，我们得立刻赶往玄铁崖，不能让他得手。黑衣人肯定在崖顶布置了埋伏，我们小心行事，悄悄潜入。必须在他破解封印前夺取碎片，否则2枚碎片合一，威力更难控制。又来碍事，今日就让你们葬身于此！秦昭，我们合力用清心玉压制他。柔弱，集中力量攻击怪物核心。碧水潭的碎片，我一定会先拿到，你们等着。悬崖下必然有黑衣人准备的退路，碧水潭将是下一场交锋的战场。黑衣人肯定在潭下布置了陷阱。我们潜入时务必小心。清心玉能压制黑气，我们借着玉佩的力量潜入，应该能避开大部分陷阱。你们来的正好，省得我去找你们。3枚碎片集齐，教祖复活指日可待。行招，坚持住！石殿要塌了，我们必须尽快解决它。我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柔弱，带着玉符离开，我来拦住他。要走一起走，我们合力冲出去。玄幽教的余党还有多少？秘典残卷的完整内容是什么？秘典、教祖，还有后手，你们阻止不了。黑衣人说还有后手，看来玄幽教的危机还未彻底解除。不管还有多少阴谋，我们都会一一破解。接下来，我们先去青云门求取秘典残卷，查明教祖复活的完整秘密，彻底铲除玄幽教余患。黑衣人临终前说有后手，说不定玄幽教早已在青云门附近布局，就等我们自投罗网。青云门作为名门正派，门禁森严，且有镇派法器守护，玄幽教余党未必敢轻易造次，但我们仍需谨慎，抵达后先暗中观察，再表明来意。二位身上残留着浓郁的黑气与净化之力交织的气息，莫非与玄幽教有所牵扯？
长老明鉴，我二人乃是庄柔若、邢昭，今日一直在追查玄幽教余党，阻止其复活教祖的阴谋。此次前来，是想向青云门求取玄幽秘典残卷，查明玄幽教后手，彻底铲除隐患。玄幽教教祖本命玉符重现于世，此事非同小可。玄幽秘典残卷确实在我门中封存，只是残卷记载着诡异秘术，且带有浓郁黑气，贸然取出恐生变数。掌门，黑衣人虽死，但玄幽教后手未除。若不能借助秘典查明真相，一旦其阴谋得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二人愿以清心玉与本命玉符镇压黑气，绝不让秘典秘术外泄。这便是玄幽秘典残卷。多年来，我们一直用符咒与灵力镇压，诸位务必小心。看来黑衣人所说的后手，就是要有人前往幽渊秘境夺取幽魂珠。即便没有他，玄幽教余党也会继续执行计划。幽渊秘境乃是上古遗留之地，入口隐蔽，且内部凶险万分，布满了黑气与诡异禁制。多年来，无人敢轻易踏入。多谢长老相助，我二人愿前往幽渊秘境，夺取幽魂珠，彻底断绝玄幽教复活教祖的可能。玄幽教余孽竟敢跟踪至此！瘴气中藏着诡异能量，恐怕有玄幽教教徒在此埋伏，我们务必小心。我走前面开路，你跟在我身后，留意四周动静，一旦发现异常，立刻示警。这些教徒被瘴气与黑气控制，已经没了理智，只能彻底击溃他们。果然有人跟来，正好一并解决，用你们的灵力加速破解禁制。神凶破！不知死活，让你尝尝瘴气噬魂的滋味。秘境入口禁制还有多久能破解？玄幽教余党还有多少人在秘境中？禁制马上就要破了，教主一定会复活，你们都将成为祭品。小头目用自身献祭加速破解了禁制，秘境中定然更加凶险，我们务必做好万全准备。我们需合力攻击他的眼睛，那是他的弱点。前后夹击，动作。贤昭，你没事吧？
这兽核被黑气滋养多年，虽有剧毒，但净化后可作为压制黑气的材料。没想到你们能闯过幽影兽的阻拦，倒是有些本事。但幽魂珠是教祖之物，你们休想夺走。不知天高地厚，今日就让你死在这里。你们坏我大事，我要你们陪葬！柔弱，集中力量攻击黑影核心，那是黑袍女子的本命元魂所在。玄幽教的后手还有哪些？除了你之外，还有多少余党？秘境崩塌速度太快，我们必须尽快冲出秘境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跟着我，我们沿着原路返回，尽快离开这里。柔弱，帮我稳住光照，我来击碎岩石。终于夺取了幽魂珠，玄幽教复活教祖的计划彻底落空了。但玄幽教余党仍未彻底清除，我们还需将幽魂珠与本命玉符妥善处置，同时追查残余势力，确保天下安宁。这些符文与玄幽教祭坛的纹路相似，却多了几处青云门特有的净化印记，想必是当年先辈封存时留下的。你看这里记载着血祭开坛、玉符引灵，结合之前黑衣人所言，他们要找的不仅是本命玉符，还要凑齐3枚灵玉才能复活教祖。庄姑娘、邢公子，多谢二位替我们找到残卷，乖乖交出，饶你们不死。痴心妄想，今日便让你们葬身于此。邢昭，撤！那令牌上的纹路，邢公子体内黑气已除，只需静养3日，便可痊愈。切记不可再动灵力，有劳一休。你看这里记载着3枚灵玉，分别藏在青云门、赤霞谷
韩月阁如今残缺现世，另外2派恐怕也会遭难。灵玉乃我们镇山之宝，藏于后山禁地。玄幽教此次突袭，恐怕早已摸清我们布防。看守禁地的弟子皆是我们亲信，绝不可能通敌，除非是有人暗中泄露了消息。想起昨日藏书阁外有一名青云门弟子，神色慌张。若真有内鬼，后患无穷，我们需暗中排查。庄姑娘、邢公子，禁地内一切安好，灵域气息稳定。有人，可恶，让他跑了。这玉佩绝非我们之物，对方故意留下，或许是想引我们入局。但昨晚那道身影分明穿着青云门服饰，说不定是内鬼故意伪装，混淆视听。掌门让我送来赤霞谷传来急信，玄幽教教徒突袭赤霞谷，灵域被劫，谷主重伤。玄幽教教徒昨日突袭赤霞谷，领头人手持黑色令牌，招式阴狠，赤霞谷弟子伤亡惨重。灵域被夺后，教徒迅速撤离。玄幽教动作极快，如今已夺得1枚灵玉，若寒月阁再有闪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掌门，我与邢昭愿即刻前往寒月阁，协助守护灵域，同时追查玄幽教踪迹。邢公子伤势未愈，寒月阁地处极寒之地，路途艰险，二位此行太过凶险。长老放心，我伤势已无大碍，守护灵域事不宜迟，我2人即刻动身。此令牌可调动，沿途门派据点弟子，寒月阁阁主与我有救，见令牌便知来意。另外，这是清心玉的配套玉佩，可增强净化之力。途中务必小心，若遇玄幽教教徒，切勿恋战，以传递消息为重。长老放心，我2人定不负所托。我们先找个地方歇息片刻，你伤势还未痊愈，不宜急行。玄幽教夺得赤霞谷灵玉，必定会马上去寒月阁，我们不能耽误时间，再坚持1段路，便到前方驿站了。庄柔若、邢昭，交出青云门灵玉线索和残卷，饶你们全尸！玄幽教走狗，有本事便来取！就这点本事，也敢与我们为敌？清心玉净化。别自责，那黑袍人修为极高，我们能击退他们已是万幸。等你伤势好转，我们即刻赶往寒月阁，不能再给玄幽教可乘之机。若姑娘、邢公子，我带来了疗伤丹药，可否开门？这是掌门秘制的疗伤丹，对压制黑气有奇效。长老为何会突然前来？又为何会有青字玉佩？姑娘说笑了，我何来什么玉佩？只是担心2位安危，特来送药，顺便护送2位前往寒月阁。长老不必伪装了，昨晚后山禁地的身影，还有玄幽教能精准突袭藏书阁，都是你通风报信吧？既然被你们识破，那便留不得你们了。我潜入青云门多年，就是为了等待灵玉现世，助教主复活。你这个叛徒，青云门待你不薄，你竟通敌叛国！邢昭，
他们追得很紧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迟早会被追上。前面便是寒月阁地界，只要我们能抵达寒月阁，便能得到支援。什么人？我乃庄柔若，持青云门令牌求见阁主。玄幽教教徒追击，还请开门。快去通报阁主！寒月阁主识相的便交出灵玉，否则踏平你寒月阁！玄幽教修得猖狂，竟敢在我寒月阁地界撒野，今日便让你们有来无回。二位远道而来，辛苦了，快随我入阁疗伤，再商议灵域之事。这是玄幽秘典残卷，记载着复活教祖的仪式需在玄幽教总坛血祭，3枚灵玉与本命玉符共同催动，才能开启复活阵法。玄幽教总坛隐匿多年，无人知晓具体位置，想要阻止他们，难如登天。管事长老潜伏青云门多年，必定知晓总坛位置。我们可将他带回青云门审讯，逼问出总坛所在。说，玄幽教总坛在哪里？复活教祖的具体仪式是什么？我劝你们死了这条心，我是不会说的。教祖复活之日，便是你们这些名门正派覆灭之时。你若不说，我便废了你一身修为，让你生不如死。就算你们废了我的修为，也休想得知总坛位置。清心玉能净化你体内的黑气，也能让你承受万蚁噬心之痛。你若再不说，我便让你尝尝这种滋味。怎么样？他不肯说。此人意志坚定，言行逼供无用，但我在他体内察觉到一丝特殊的黑气，与当年玄幽教教祖的气息相似。或许教祖早已开始苏醒，只是力量尚未恢复。我们不能再等了，需即刻联络赤峡谷，汇合3派力量，一同寻找玄幽教总坛，同时派人守护好青云门与寒月阁的灵域，绝不能再让玄幽教得手。我这就派人联络赤峡谷，同时加强灵域守护。二位暂且在寒月阁歇息，待伤势痊愈，我们再共商大计。那管事长老意志顽固，清心玉的净化之力只能暂时压制他体内黑气，若想逼出总坛线索，还需另寻办法。我昨夜反复查看残卷，发现一处隐晦记载，玄幽教总坛需依托幽脉而建，这类地方黑气浓郁，且常年不见天日，或许能据此排查。阁主到。阁主，庄姑娘，邢公子，谷主伤势渐稳，命我前来告知。赤峡谷已集结弟子，愿与青云门、寒月阁结盟，共抗玄幽教。另外，谷中古籍记载，玄幽教幽脉可能藏在西域黑风岭一带。黑风岭常年被黑气笼罩，人迹罕至，确实符合幽脉特征。我已备好寒月阁弟子，3派会合后便可启程。不如将管事长老带上。黑风岭若真是总坛所在地，他见了熟悉环境，或许会松口。你们果然找到了这里，黑风岭内藏着教祖布下的幻境，进去便是死路一条。休要妖言惑众，传令下去，弟子结成阵型，以灵力护体，随我入灵。归顺于我，便可永保师门安宁，何乐而不为？
家稳住心神，以灵力催动本命法器，破除幻境。这纹路与残卷上记载的幽脉印记一致，看来幽脉就在这下方。寒月冰脉可冻结幽脉黑气，我先稳住此处气息，你们押长老过来，逼他说出入口位置。幽脉入口在哪？再不说，我便让清心玉彻底净化你体内黑气，让你魂飞魄散。入口在西侧溶洞，由教内护法看守，但教主已苏醒大半，你们进去也只是送死。护法，救我！既然来了，便留在这，成为教主复活的祭品吧。灵玉感应到了教主气息，快阻止他！清心玉，净化灵玉。嗨！这些符文记载着复活仪式的完整流程，教祖需以3枚灵玉为引，吸收幽脉之力，再以1000人精血为祭，方能完全苏醒。妖物休要蛊惑人心，我们定要阻止你复活。我知道如何破解复活仪式了，需将3枚灵玉置于幽脉入口，以清心玉之力催动，便可封印幽脉，阻止教主吸收力量。
快去青云门刘玉来！与玉风一起笑的，大家尽快撤离溶洞，幽脉即将崩塌。多谢二位与寒月阁出手相助，保住了灵玉，阻止了教祖复活。但玄幽教余孽未清，那2名逃脱的护法必定会卷土重来。谷主所言极是。残卷记载，玄幽教还有分坛遍布各地，我们需尽快清理分坛，斩草除根，防止他们再次集结力量，重启复活仪式。这是3派结盟令牌，今后3派互通消息，携手对抗玄幽教余孽。寒月阁愿留守黑风岭，看守幽脉封印，防止有人破坏。青云门可负责清理东部分坛，赤峡谷清理南部分坛，待清理完毕，再会合商议后续事宜。残卷记载，东部分坛在栖霞山一带，山林幽深，异藏伏兵，大家结队而行，不可分散。玉体感应到3里外有黑气异动，应是分坛外围暗哨，我们下马前行，切勿打草惊蛇。敢闯玄幽教地界，找死！栖霞山分坛具体位置在哪？分坛主是谁？热令牌与黑风岭的不同，看来分坛各有编号，彼此互不同属。更要尽快找到分坛核心，否则消息传开，其余分坛必会隐匿。大家跟上，清心玉会指引黑气源头。不对劲，黑气形成了迷阵，我们已经被困了。大家以灵力催动本命法器，法器光芒可相互感应，切勿慌乱。迷阵核心在左侧，跟着我的白光走。
庄柔若、邢昭、黑风岭没能留住你们，倒敢闯我栖霞山，真是不知死活！妖物休狂，速速交出分坛秘册，归顺受降，否则今日便踏平你这祭坛！就凭你们，教徒们，杀！尝尝教主亲制的控心令牌，让你们自相残杀！大家守住心神，我来净化黑气。没用的，控心令牌之力你们破不了，今日必死无疑。休想收回！合力破他黑气！控心令牌还有多少？教主下一步有何计划？令牌共12枚，分坛各持1枚，余下3枚在护法手中。教主要我们收集精血，送往南部祭坛，重启部分复活仪式。南部祭坛具体位置与赤峡谷负责区域是否重叠？只知在瘴气林一带，具体位置不清楚。2名护法已去南部汇合分坛力量，对抗3派。事不宜迟，立刻传信给赤峡谷和寒月阁，告知南部祭坛与护法踪迹，谨防他们中伏。你们速去赤峡谷，将秘册和护法动向告知谷主，再转到寒月阁通报，务必谨慎，避开玄幽教眼线。弟子遵命。南部瘴气林凶险，瘴气能侵蚀灵力，赤峡谷弟子未必熟悉地形，恐会遇险。我们即刻启程支援。好。留下5名弟子清理分坛残余，看守密室典籍，其余人随我们赶往瘴气林。此处瘴气含黑气成分，大家立刻催动灵力，形成护体屏障，不可大意。庄柔若、邢昭，护法早料你们会来，特意命我们在此等候。今日便让你们葬身瘴气林。痴心妄想，弟子们结阵反击。撑住，我来净化。不能恋战，瘴气越来越浓。我们先突围进入瘴气林，再寻机会休整。大家靠拢，我以光照护着你们。你先调息，我来守着。受伤弟子尽快服药。是赤峡谷弟子的气息，他们遇到危险了。庄姑娘，邢公子，快救我们！谷主带人探查祭坛，让我们在此接应，不料遭遇伏兵。速救同门！
谷主何时深入山谷？祭坛大致在什么方向？半个时辰前出发，祭坛应在山谷最深处，那里黑气最浓。谷主独自面对祭坛与护法，恐有危险。我们立刻赶去支援，不可耽搁。二位来的正好，这2名护法正在以精血催动祭坛，快阻止他们！庄柔弱，黑风岭坏我大事，今日便让你血债血偿。受死吧！残月姑娘出宫，应有护法的令牌，那是她的力量源泉。不好，他在献祭精血，强化祭坛力量，快毁掉祭坛符文！我敢伤我弟子！撑住，我们拖住他们。柔弱姑娘，以清心玉为引，我们灵玉合璧，虽缺寒月阁灵玉，但二者之力加清心玉，或可毁掉祭坛。好，行招，拜托你拦住他们。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他们靠近你们。休想毁祭坛！再加把力，光柱要压住符文了。我以自身为祭，强化祭坛。稳住，不能前功尽弃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想逃，没那么容易。毁了南部祭坛，但教主核心祭坛仍在。我们需尽快会合寒月阁，以坐标寻到核心祭坛，彻底阻止教主复活。
这纹路看似杂乱，实则与玄幽教古籍中的星图对应，应是核心祭坛的坐标密码。韩月阁常年研究玄幽教秘文，或许阁主能破解密码。我们先赶往黑风岭与韩月阁会合，再议后续对策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启程。沿途吩咐弟子多加戒备，谨防玄幽教余孽跟踪打探，泄露我们的行踪。一路辛苦了，我已在岭外搭建好营地，备好疗伤丹药与御寒衣物，先安置好弟子在议室。这是玄幽教的幽星图，对应西域极寒之地的冰原峡谷。核心祭坛应藏在峡谷深处的幽脉节点上，那里黑气最盛，便于教祖吸收力量。冰原峡谷气候恶劣，又有幽脉加持黑气，我们需提前备好御寒法器与净化丹药。我即刻传信回赤峡谷，调遣御寒物资与精锐弟子。寒月阁擅长控寒，可打头阵开路。青云门负责戒备与净化，三派各司其职，方能万无一失。前方便是冰原峡谷入口，峡谷内暗藏深不见底的冰缝，还有玄幽教布下的黑气陷阱。大家紧跟队伍，切勿擅自行动，脚下务必踏稳。有黑气异动，距离不远，就在身后方向，恐是玄幽教余孽跟踪而来。后队变前队，结成防御阵型。青云门弟子随我殿后，排查跟踪者，务必将其揪出。庄柔若，识相的就交出令牌与清心玉，老夫尚可饶你们不死，否则就让你们全部葬身这冰原，化作教祖复活的养料。痴心妄想，妖物作恶多端，今日便彻底清算你们，为死去的同门报仇。自爆黑气，同归于尽。为教祖争取时间，你们的牺牲终将得到回报。别追了，他是想引我们偏离路线，耽误时间。先进入峡谷，守住幽脉节点，才是首要之事。不对劲，幽脉的气息十分紊乱，不似自然流动，反倒像是被人动过手脚。这附近恐怕有陷阱。这是玄幽教的锁幽阵，以幽脉黑气为引，藏在冰壁之中，一旦触发，便会将黑气凝聚成沙阵，吞噬一切生灵。结阵防御，青云门守左路，寒月阁守右路。赤峡谷居中，净化黑气，绝不能让黑影突破阵型。不对劲儿，幽脉气息紊乱，像是被人动过手脚，恐有陷阱。庄姑娘，所幽阵的阵眼在峡谷顶端的冰柱上，只有毁掉阵眼，才能彻底破阵，否则黑影会源源不断涌出。行招，麻烦你带人牵制黑影，护住弟子们。我去毁阵眼。放心，弟子们跟我守住阵型，为钟姑娘争取时间。想毁阵眼，先过老夫这关，教祖大业，
绝不容你破坏。行招，帮我牵制黑影，我去回阵营。放心，弟子们，跟我守住阵型。怎么会这样？教主的气息比黑风岭瘴气林时强盛数倍，看来他已经吸收了大量幽脉之力。复活仪式即将完成，必须加快阻止。祭坛恐有数十名信徒守卫，各个群体强悍，且祭坛外围布有黑气结界，硬闯必然惨重重演。我们兵分两路，一路牵制守卫，一路趁机破坏祭坛符文。我带寒月阁弟子正面牵制守卫，以冰系文字困住他们。赤霞谷主与青云门弟子随庄姑娘行动，协力破坏符文，分工协作，速战速决，解决问题。不自量力的凡人，竟敢屡次阻挠我的复活！今日便让你们尽数成为我的祭品，助我彻底苏醒！普通攻击无法破坏符文，需以3枚灵域合璧，再用清心玉之力催动，才能净化符文。寒月阁主，速带寒月阁灵域过来。休想破坏教祖复活仪式！老夫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拦住你们！受死吧！想苏醒，你们都将成为祭品。行章，接住灵域。休想！三派合力，灵域合璧，净化祭坛，阻止教祖复活。破坏仪式。大家稳住，绝不能前功尽弃。他只是暂时被压制，并未彻底消灭。我们需尽快毁掉祭坛，断绝他的力量源泉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灵力消耗过快，需想办法直击祭坛核心。祭坛核心在底层幽脉节点，我带几名弟子从侧面潜入，冰封节点，切断黑气来源。好，我们继续以光柱压制黑气，为你们争取时间。不知死活的蝼蚁，竟敢断我的根基！今日便让你们葬身在这底层！妖物，今日便让你魂飞魄散，再无复活之机！弟子们，快撤！离开祭坛底层，这里交给我。祭坛虽毁，隐患未除，教祖残魂侥幸逃脱。若让他找到新的幽脉节点，依旧可以重启复活仪式。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。我会立刻命寒月阁弟子巡查天下各地幽脉，一旦发现黑气异动，即刻通报三派，绝不给他复苏的机会。青云门会全力清理各地残余分坛，彻底铲除玄幽教势力，斩断教祖残魂的助力，让他孤立无援。教祖残魂气息微弱，短时间内无法凝聚力量，也难以找到新的幽脉节点。但我们仍需时刻警惕，不可松懈。三派结盟之势绝不能断。三派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唯有携手并肩，才能彻底消除玄幽教的威胁，还天下苍生太平。同心协力，守护安宁。
不对劲，清新预感应到了黑气微弱，但异常精纯，绝非普通余孽所能散发。方向在西北方的落霞岭一带。落霞岭有一处废弃幽脉节点，早年玄幽教便曾多次派人探查，只因节点黑气稀薄，才放弃。莫非是教祖残魂躲去了那里？大概率是残魂，需依靠幽脉黑气复苏。落霞岭节点虽废弃，却仍有残余力量可供吸收，刚好够他暂缓颓势。一待弟子们先回青云山向长老报备，顺便清点收缴器物。我即刻传信寒月阁与赤峡谷，独自先去落霞岭探查虚实。我与你同往，弟子们交由二长老带回即可，多一人便多一分保障。残魂诡诈，你独自前往，我不放心，也好应对突发陷阱。那便是教祖残魂，气息比在冰原祭坛时稍盛，看来他已在此吸收了不少节点黑气，身形都比之前凝实了几分。装柔弱，行招倒是比我预想中来得快。待我吸收完这节点残余之力，便找你们清算祭坛被毁之仇，血债必须血偿。休想再作恶！今日便趁你尚未凝聚成形，彻底净化你，永绝后患。别追，他在引我们入陷阱，且残魂尚未凝聚成形，暂时掀不起风浪，先守住节点，等三派会合再做打算。残魂气息被困在岭内，却故意分散成数道虚影，看似在迷惑我们的判断，实则在暗中寻找结界的薄弱点，想要突破逃窜。我带赤峡谷弟子从东侧搜山，沿途净化残留黑气，逐步压缩它的活动范围。寒月阁擅长控场，负责西侧布防，以冰系法术冰封所有可能的逃窜路线。青云门居中坐镇结界中枢，随时支援两侧，形成合围之势。此法可行，但切记，残魂虽弱，却极为狡诈，擅长借黑气隐匿身形，任何人都不可单独追击。一旦发现踪迹，先以法器牵制，即刻传信会合，谨防中他的诱敌之计。区区蝼蚁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！今日便让你们尝尝黑气蚀骨之痛！三派合力，凝聚灵力，净化黑气。束手就擒，尚可留你一缕残息。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？天下幽脉无数，我终有复苏之日，届时定要踏平三派。今日便彻底封印这处节点，断绝你的力量源泉。即便你侥幸逃脱，失去幽脉支撑，也只能日渐消散，再无复苏可能。再加法力，以冰冷加固封印，彻底冰封节点，让黑气再也无法外泄。虽成功封印了这处节点，但教祖残魂并未彻底消散，是暂时被逼至虚无状态。我们必须加快各地幽脉的巡查速度，不给他寻找新节点复苏的机会。我会让青云门弟子驻守此处，严密监控封印阵动静，严防残魂反扑。三派仍需保持联动，各自负责一片区域的幽脉巡查。一旦发现黑气异动，即刻以传信预符通报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